洪长青听闻此话，微微一怔，随后便讪笑着道：叶大师您可太会开玩笑了，属下实力虽然比您差出墨边，但好歹也托您的福，突破到明镜大圆满了。叶晨故作惊讶地问道：哦，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是明镜大圆满？洪长青陪笑道：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您亲手赠予属下一颗丹药，您该不会忘了吧？叶晨点点头，送你丹药我记得，但你何时成了明镜大圆满了？洪长青不知叶晨何意，心里有些发毛，嘴上只能说道：叶大师，您是不是生在下的气啊？其实您要是不想让在下回美国，在下也愿意在您身边鞍前马后。叶晨一本正经道：不，洪天师误会了，我没有生你的气，也不需要你留在我身边鞍前马后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真的只有5星武者的修为，你那8条经脉还有3条没打通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怎么会呢？洪长青下意识地说了一句，随后下意识的眼睛微闭，调动体内真气，结果却惊骇不已地发现，自己原本已经打通的8条经脉，竟然无缘无故被封住3条。经脉被封，实力必然会大幅退步，8条经脉封住3条，实力几乎等于折损一半。洪长青一下子慌得满脸冷汗，他的第一个反应，除了惊慌失措之外，便是觉得这是不太可能。自己这8条经脉都是在过去这几十年里一条一条逐一打通的。自古以来修炼武道，就只听说过经脉会越通越多，越通越顺，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明明已经通开的经脉会重新被封起来。忽然间，他将眼光瞄向了一旁面带微笑的叶晨，语气惶恐无比的喃喃问道：叶大师，属下那3条经脉是被您给封住了吗？您刚才拍了拍属下的肩膀，应该就是趁那个时候出的手吧？叶晨笑了笑，旋即又一脸严肃地说道：我可没有啊，你乱说话之前要拿出证据来，不要血口喷人。洪长青看叶晨那毫不掩饰的促狭表情，便知道这件事一定是他所为。可是此时他根本顾不得生气与愤怒，他只是在心中无比惶恐地暗忖着，这位叶大师究竟是什么段位的高手？为什么他能够在顷刻之间就将我的3条经脉封住？要知道这3条经脉，我可是至少用了10几20年才将其全部打通，而叶晨将其全部封起来，竟然只用了不到1秒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想到这里，他哭丧着脸哀求道：叶大师，属下一步步修炼到今天实属不易，求您高抬贵手，不要捉弄属下了，这可是属下将近20年的心血啊！叶晨一脸严肃地说道：洪天师，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不是我干的，你不相信我是吗？洪长青眼眶通红的哽咽道：叶大师，不是您干的还能是谁干的？属下修炼武道几十年了，从来没听说过已有的修为可以倒退，打通的经脉可以闭合。您一定是埋怨属下刚才不愿将师门心法交出来，所以才如此捉弄属下。叶晨非常认真地说道：洪天师，你可能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没有让你的修为倒退。说着，叶晨故意装作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一拍脑门开口道：不好意思啊，洪天师，可能是我这辆车有问题。我这辆车有一个特殊功能，就是谁坐在这车的副驾，这车就会让他经脉逐渐闭合，而他的修为就会越来越低，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下车，免得修为继续下滑。洪长青真的快哭了，那表情比哭还要难看1万倍，哀求道：叶大师，求您别拿属下开涮了，属下又不是3岁小孩，怎么可能会信这种鬼话？叶晨笑道：你真不信？洪长青死命的点头：属下真不信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几分真气隔空渡入洪长青体内，又将他的真气封住1条。随后叶晨非常严肃地说道：你看，我说了你不信，现在变4星了吧？洪长青听闻，再次运转真气，这次吓得脸色瞬间惨白。他没想到几句话的功夫，自己的经脉又被封住1条。
他一下子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推开车门，连跌带爬地跑下了车。洪长青跌坐在路边水泥地上，回身看着叶晨这辆宝马530，再想想自己莫名其妙从明镜大圆满一口气跌到四星五者，整个人完全崩溃，眼泪也终于抑制不住，一边用长袍的袖子擦眼泪，一边哭着说道：这他妈什么车啊，怎么还偷人修为啊，我这一夜回到30年前，修为还没我的关门弟子高了，我拿什么颜面去面对太真道列祖列宗啊。叶晨探着身子笑道：不好意思啊，洪天师，我这车属实不老实，回头我教训教训他，实在不行就送去强制报废了，你这边看看什么时候回美国，我给你安排飞机。洪长青抬头看向叶晨，见他表情带笑，一下子回过神来，慌忙扑回车边，哭着说道：叶大师，属下知道这肯定是您做的，这是属下几十年的修为，是属下几十年的心血，您不能说封就封啊，属下求您看在属下这么多年辛苦修炼的份上，饶过属下这一次吧。您想让属下拿出太真道的5道心法，属下这就一字不差的给您。叶晨收起戏谑的微笑，表情严肃地说道：洪长青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刚才不是说答应了老祖宗绝不外传，否则就天打雷劈的吗？怎么现在又愿意外传了？洪长青一脸痛苦地说道：叶大师，这都是属下一时没拎清楚，您是有大神通的人，您能弹指间封住属下4条经脉，实力远在属下之上，甚至远在太真道列祖列宗之上，您又怎会觊觎我太真道这破烂心法呢？说着，洪长青又道：而且如您所说，我太真道的心法定然是有重大纰漏的，否则也不会这么多年连一个暗境高手都培养不出。若是将太真道的心法给您，您也好为太真道查缺补漏，到时对我们太真道一定也是件千载难逢的好事啊。叶晨耐心听完，微微一笑，旋即搓磨了一会儿，摇头说道：洪天师，俗话说是命不可违，我建议你还是别让你们太真道的祖师爷们伤心失望。说着，他看了看时间，开口道：洪天师，我有点事要去香榭丽温泉一趟，另外我这辆车可能方你，所以你就别坐了，你先打车回住的地方，回头我安排好飞机会让人跟你联系的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